这是全世界几乎最强的10家科技公司。它只经营投资这10家公司。对，它只有10档成分股。看我们过去5年涨了2.5倍，248%，好夸张。它就是比较会涨，但不配息。那可是不配息，它不会有除息交易啊，股价不会减少啊。现在919的话，殖利率有大概达到10%以上。如果是929，那算起来殖利率大概7.9，将近8%。可是未来如果它要每个月维持这样子的殖利率，我觉得难度是蛮高的，因为毕竟刚好这几个月。各位喜欢小宇宙大爆发财经单元的朋友们，最近一定要注意！我本人廖盈婷，还有本节目小宇宙大爆发，绝对没有所谓的 LINE 群组，也没有开任何的脸书社团，甚至不会留电话来跟你联络，这一切都是诈骗的阴谋。如果以存股作为主目标的话，黄仁老师，我要减甜价。那现在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存股族参考的？因为我高殖利率的股票已经很多了，大概5%的，大概有占我的投资组60%，所以我必须要缴很多税。哦，对，因为那个股息，我今年就快300万，所以要缴税。所以我就买这种成长股、成长的 ETF。那00757也是我前年开始买的。那它吸引我的地方就是美国前10大的科技公司，我相信没有人不认识。第一个叫 Meta， 就脸书。对。第二个是苹果。第三亚马逊 Amazon。然后 Netflix 网飞 ，Google。大家认识吗？这不用解释了，你不知道 Google 吗？微软。你没有用微软的作业系统吗？NVIDIA 以前不认识，现在也认识了。现在该认识。对，董事长穿一下皮衣，穿一下皮衣。对，辉达啦，AI 概念股，特斯拉。然后接下来是叫博通，全世界最大的网通公司。然后这个雪花，这个巴菲特也有持有。所以这是全世界几乎最强的10家科技公司。它只经营投资这10家公司。对，它只有10档成分股。那因为它的成分股，美国比较特别哦。它有些公司不配息的，像巴菲特、波克夏、亚马逊啊、谷歌、特斯拉都是不配息的。所以它这个 ETF 也是不配息的。所以老师刚刚说，你每年要缴那300万的收入，那这个不配息相对就少了一点这个。对，那有问说不配息是纯心酸的吗？可股价很会涨哦。等到你要60岁、70岁，你要领股息的时候，再把它卖掉，这样。那其实这一档现在的价格也有涨上来了，对不对？对，我们录影之前涨到61、62是历史新高。上次微良也在讲这一档，那时候才40-50哦，到50几了。50几，现在又涨到又历史新高。这几天有稍微跌下一点啦，因为美国科技股有回档嘛。那我们比较它的这个绩效，你看它多会涨。哎呦，就是我比较00757，0050很有名，00713。高息低波，00919、0056、00878，那这个都是我们台湾投资人非常喜欢的高股息的 ETF。那我们把这些高股息 ETF 的股息还原回去，加上它的涨幅，还比不上0057涨幅的零头。看我们过去5年，005757涨了2.5倍，248%，好夸张。0050 61%，0073 51%，0919 35%，0056大概这个是我统计到今年7月3号了，然后01878大概31%这样，它就是比较会涨，但不配息。那可是不配息，它不会有除息交易啊，股价不会减少啊，所以你就假装有配息嘛，再把它买回去就好了。就看你自己怎么去做操作啦。那你刚刚有一档国泰的 ETF。对，这个是全球品牌50，这个上市还没有1年哦。它去年15块，然后现在涨到18多，还好啦。那大家知道0050嘛？0050就是台湾的前50大市值最高的公司。那这个全球品牌50，也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全球最厉害的50家公司。对，可能是学0050吧，我不知道，反正它就是全世界最大的50公司，就很厉害了。除了刚刚00757部分成分股有重叠之外，像 Apple 啊、微软、Amazon、那个脸书、特斯拉都有，还有摩根大通、宝乔、P&G， 大家去 Google 一下 P&G 的产品有多少？哦，超多，很多用品呢。对，大家有没有买过爱马仕？我是没有啊，对我是那个太贵了。爱马仕对，像很多那个贵妇啊，很多艺人嘛，对不对？都很喜欢买爱马仕。对，那你买这个爱马仕，
可是它个股股价比较高啦，所以你买到这个 ETF， 相当于说你持有你是爱马仕的股东，是，那些艺人就是花钱就可以赚到他们的钱的意思是这样子，可以多买几星巴克，对不对？对。这些都是全球真的很厉害公司，而且都是booming，就是持续在往上高成长的公司，大值越大，负值越负。所以这样的 ETF 有人帮你管理，你不用自己管理。对，其实存股就是定期定额就可以了。买不起爱马仕，我就买一张916，自己开心一下，心里的那个开心度也会大增哦。那如果讲 ETF 的话，其实威廉上次我们有讨论到919嘛，现在好像很多人把它当红炸子鸡，你怎么看919跟929？好，这2档呢，其实就是现在 ETF 里面呢高人气的新明星啊。那我觉得是这样子哦，其实大家不妨去想想，就是它的选股逻辑跟它的操作策略，跟你自己的投资理财的目标需求是不是吻合？因为现在高股息 ETF 真的是雨后春笋，越来越多。所以呢，以前大家是不知道怎么选股票，就是选 ETF。现在呢，可能要选高股息 ETF， 你也会看得眼花缭乱。对，所以要抓重点。那我们就讲第一个呢，00919群益台湾精选高息。它1年呢调整2次成分股，那其实呢这个成分股的调整就是关键了，因为呢它不仅是决定它能不能帮你选到能够呢持续向下金鸡蛋的这些呢优息高值股哦，优质高息股啊，那除此之外呢，也会决定在于，这个 ETF 本身的净值能不能呢，持续的放大哦，那这个其实才是配息最根本的来源。当然，它1年呢有2次的这个调整持股，那分别呢5月的时候，它会按照所谓的公告股利来做选股，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大概在第1季末到第2季初的时候，所有上市公司开完董事会，这时候大概就已经会决议。该年它所要配发的股利的水准，所以这个时候的所谓的选股利的话会比较精准哦，它可以精准掌握住到底呢当年度有哪些公司就是进入到所谓的高股息殖利率的排行哦，那参与除息之后呢，这个股息的部分就能够先赚一波，那再来到了12月的时候呢。它会根据呢，全年度的获利应该基本上已经是大局底定了。对，因为已经都到12月，大概就是10拿9稳都可以算得出来。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去推估，那么哪些公司在隔一个年度，它可能就有了高配息的机会。那这个时候如果去卡位这些公司呢，就等于是买到高殖利率公司的早鸟价。你可以买的比较便宜，买的比较低，因为市场上可能还没挖掘到，所以就有机会伴随呢，到了隔年初的时候，这些殖利率题材开始发酵，股价可能就有一波上涨。那从这边赚到呢资本利得的价差，所以它的特点就是来自于它希望能够呢帮投资人领到股息之外，也能够有不错的价差上涨空间。那另外呢，00929富华台湾科技优息，它的选股上面其实当然还是会很重视财务面向的指标，所以2高呢。就 ROE 现金股利这个我们就不再多说。那3D 的部分呢，分别是它希望股价的波动度比较低，所以它的防御性会比较高。那再来呢，低本益比，刚才有提到了，就代表CP 值高。那再来第3个我觉得有些投资人可能会喜欢，它的股息的变异性要低。什么叫股息变异性就还是回到像比如说货柜股好了。可能呢，有时候发不出股息，有时候暴赚的时候呢，这股息就哇，这个可能成为所有上市公司的第1名、第2名了。那很多景气循环股可能就会有这种特色，股息可能会高高低低，也许时间拉长，总和的水准是不错的，可是它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呢，它的风格很明确，就是呢，它会把这种股息变化大的公司剔除，那也就是说，它不去买景气循环股有些传统产业是景气循环股，像航运嘛，那电子科技股里面也有一些景气循环股，像面板。像DRAM，所以其实这部分排除掉之后，我觉得就会适合那种希望呢，股息不一定要冲很高，但是能够稳定的曲线。好，那还有一个最大的卖点跟特色就是呢，它是目前国内第1档开始月配息的公司。以前我们要呢每个月有现金流，可能还要呢买进3档不同除息月份的标的。对，我们错开这个月份，自己打造。
这个月配息组合。现在呢，它等于说一次就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哦，所以也蛮适合说，真的，如果你已经是退休的年龄，然后有需要这个每个月有现金流量的投资朋友，那我想00929是还蛮适合的。那我们当然呢不能只有给大家好像它的亮点或它的好处哦，那我们其实呢还是要客观一点，因为每一档投资标的毕竟都还是会有一些风险，或者说该注意的地方。那我认为这2档 ETF 哦，当然现在真的是大家有一点一窝蜂是因为919前一阵大家讨论它的10%殖利率嘛，对，当然大家说我存股10%就杀，就这样，就看到那个殖利率，对，哦，就跟买个股一样，你不能只看到殖利率，你要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所谓的羊毛出在羊身上，那配息哦，当然你殖利率高，大家开心，可是万一它的净值没有成长的话，那到最后等于好像是割自己的肉。那投资人，你可不要说以后每一季或每月领到股息的时候是在咬自己的肉，哎呀，听了都血腥了，不好吃，不好吃。所以关键还是在于呢，其实选的这些标的成分股，还有它买进的时机点，然后能不能创造它的净值成长。所以其实像00929月配息，然后它的殖利率大概有7到8%，可是未来如果它要每个月维持这样子的殖利率，我觉得难度是蛮高的，因为毕竟刚好这几个月股市是不错的，因为它6月成立嘛，那股市没有什么太大风险。可是万一你遇到像2022年那一种大空头的时候，这个月配息它还是要持续下去，可是可能就是从净值里面。或者说从平准金里面来配的话，这个就不太好。那另外呢，除息之后能不能填息？我想这个是所有有除息的，不管是个股或 ETF 会面临问题。那当然，相对你的这个息值就殖利率越高的公司，填息的难度就会越高。所以像这个00919，因为它未来4季都是至少要配0.54元，那这样子的话，殖利率有10%，所以其实如果碰到行情比较盘整甚至拉回的时候，要完成填息，它的难度也会比较高，会花比较长时间啦。那929如果是月配的话，会不会填息的比较快一点？相对会哈，这个目前来看分散一点啊。对，不过最主要还是说股价整体的趋势是不能往下的，但是毕竟市场还是有多头有盘整，也会有空头的时候，所以真正的考验，我觉得都是在未来盘整乃至于下跌空头的时候。那再来第3个就是产业部分啦。那其实像929，它完全就是科技股。那当然你要对科技股比较认同或者说比较熟悉否则相对因为科技股大家也知道股价的波动度本来就比较大。那919来讲的话呢，它的半导体跟电脑加起来大概也有占了60%。那另外像它货柜三雄的部分，目前都是成分股，大概3档加起来也占了15%。所以就要看大家觉得这样的一个配置的内容跟方向是不是符合你的期望。那我们今天一整集都在做 PK 嘛，如果929跟919两个 PK， 我希望创造每个月可以领2万块。这2档哪个比较好？好，就目前来讲当然因为呢，这个919它的殖利率比较高，所以假设呢你在同样的投资本金规划之下呢，因为现在919的话就是季配息一次配0.54元，所以现在把它年化之后，殖利率有大概达到10%以上。所以如果我们倒回去算，你希望一个月要有2万块的现金股利的话，大概就需要存到111张。那这样子按照最近的价格来看，大概推估需要投入的本金是225万。对，所以其实如果你有这样的预算的话，就不妨用这个方法让自己呢小小的加薪一下那另外呢，如果是929，现在目前它是月配那每个月配0.11元，那算起来殖利率大概7.9，将近8%。那你如果要领2万块的股息的话，就是要存到182张。那这个需要本金会略多一些，大概需要300万以上。不过好处就在于，如果你每个月直接有领到股息，这个股息就能够再创造复利的收益。也就是说，你领到股息，不是呢，把它用掉花掉我觉得投入对，至少就是说，把这个本金加上利息持续再滚进去之后，其实这个资产放大跟增值的速度会更为明显。好，所以如果说起来，你手上如果有一个200出头万的话，我觉得919可能比较快就可以达成你的目的啦。但是929的话，可能要到300多可能压力会比较大一点不过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个高波动的选股，所以我觉得也会比较安全稳健一点就是比较不会心脏跳太快。
对，就是适合不同类型的投资人。所以虽然都是配息 ETF， 我觉得现在大家有越来越有一些区隔跟特色。919其实也安全啊 ，ETF 哪有不安全的？就专业经理人在帮大家把关嘛。比个股当然是相对都还算稳定。那这样说起来，他赚的跟那个统一费就很可惜，没有配息。统一费会赚的比较快多，可是你不知道会涨到哪里去啊，对不对？要看你的收入啊，就是看你的所得。